而导弹高调亮相，北约全线部署备战，波兰主动出击。乌军捷报频频，俄132旅覆没，俄军前线崩溃，弹药库大爆炸。再收数个定居点，切断俄前线补给。黑海舰队大出血。乌连击俄2大铁路系统，多名军官阵亡。炼油厂火光冲天，俄军陷混乱。美国特使点名北京，北约东翼全力支援基辅。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欧洲东部的秋日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近日，俄罗斯频繁派遣无人机侵入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国家领空，这一动作挑动了东欧安全格局的敏感神经。更令人紧张的是，俄军近日在加里宁格勒展示了数枚伊斯坎德尔导弹，距离波兰边境仅数公里，随时可能成为潜在威胁。据悉，日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正在进行西方2025、扎帕德2025大规模联合军演。最新画面显示，俄军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飞弹出现在加里宁格勒公路上，俄空降部队也开始在当地机场集结，将装备装载至军用运输机。要知道，伊斯坎德尔射程可覆盖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以及爱沙尼亚1/3国土，几乎整个波兰也在打击范围内，甚至波及德国伯恩霍尔姆岛、丹麦及部分瑞典。据了解，目前俄军关键武器储备包括最多500枚 9M723 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以及超过400枚 3M14 口径的海基巡航导弹。这些武器的存在让北约成员国在边境防御上面临更高压力和战略挑战。外界认为，俄军导弹与空降部队的高调亮相已经说明，东欧正成为北约与俄罗斯新一轮博弈的前线。虽然克里姆林宫声称演习是为了保卫加里宁格勒，但实际上可能在模拟对北约，尤其是波兰和苏瓦乌基走廊的攻击行动。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靠近波兰边境的格罗德诺地区出现最新型俄制 BT-222 装甲车，带有新战术标志。面对压力，波兰宣布全面关闭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带，铁路运输也被迫中断，并同意北约部队进驻驻防。丹麦国防部表示，将派遣2架 F-16 战斗机与1艘军舰支援波兰防空。法国国防部则宣布将部署3架阵风战斗机。根据公开画面，法国空军拉法叶第24战斗机中队近日派出阵风战机进驻波兰明斯克至马佐维茨基空军基地，作为北约东方哨兵部署的一部分。这个中队是法国仅有的核打击单位之一，平时配备 ASMP 中程空对地核飞弹，属于巴黎战略核主力量的核心。虽然外界认为这是并未携带核武，但此举被视为对莫斯科发出强烈警告。同时，美国空军一架 RC-135V 铆接联合电子侦察机被目击飞越荷兰，进行至芬兰与加里宁格勒周边的情报收集任务。德国还承诺增派4架欧洲台风战斗机，丹麦宣布派遣1艘巡防舰及2架战机前往波兰协防。波兰还接收了来自美国的新一批军援，包括38辆 M1A2 布莱兰主战坦克与14辆装甲抢修车，以提升备战能力。葡萄牙则决定选购法国标风战机，取代美制 F-35， 以推进北约舰队现代化。9月15日，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更表示，波兰支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应对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带来的威胁，以保护波兰民众，防止空袭或飞行碎片造成伤害。西科尔斯基同时强调，从技术上看，北约和欧盟完全有能力实施禁飞区，但波兰无法单独做出决定，必须与盟国共同商议。
波兰还宣布将建设一条全新的铁路物流通道，线路起于西里西亚，这里是波兰西南部的工业发达区，途经小波兰，直达乌克兰敖德萨港。该线路旨在提升货运和运输能力，为乌克兰提供稳定的陆路供应链，降低对海运及受限运输路线的依赖，同时强化区域物流网络的可靠性与效率。波兰的主动出击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积怨、现实局势与战略焦虑交织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波兰在1939年遭纳粹德国与苏联瓜分，二战后又成为苏联主导下的卫星国。这些创伤和被动经历早已在民族记忆中烙下深深印记。现实中，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在欧洲对乌援助中位居前列，不仅提供豹2坦克、部分米格29战机，还承担战术训练等支持。其援助规模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直接加剧了俄波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展现出长期消耗战能力和快速军工动员潜力，让波兰及东欧国家担忧下一场战争可能直接降临在自己头上，因此先下手为强的主动防御策略成为波兰眼中唯一可行的安全选择。与此同时，立陶宛同样加强防护，封锁多个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交界的通关口岸。为应对可能的威胁，德国国防部宣布派遣约2000名士兵以及数百件军备进入立陶宛，展开快速部署演练，测试在短时间内增援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能力，防范任何俄军入侵行动。最近，乌克兰战场传来多条利好消息。最新消息显示，波克罗夫斯克东北方向的多布罗皮利亚，乌军已清理外围，俄军132旅几乎全军覆没，少数俄军逃兵之外，其余部队陷入绝境。尽管俄方第51集团军其他部队仍在灰色区域徘徊，但若乌军保持攻击势头，本月内有望击退东翼数万俄军。另外，顿涅茨克地区一座俄罗斯弹药库发生大规模爆炸，弹药库遭受严重损毁，具体原因尚未完全确认，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俄军前线拍摄的视频显示，士兵围观时突发2次爆炸，强大的冲击波和火光瞬间席卷现场，进一步削弱俄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宣布，渗透库皮扬斯克的俄军已被彻底清除，其中包括插旗网红军、管道兵和摩托车突击队。还有消息指出，俄军为强化库皮扬斯克地区的进攻，派出大批士兵在当地疯狂挖战壕，甚至有人钻进地下水管和天然气管线，试图渗透乌军防线。不过他们的行动早已被乌军掌握，乌克兰侦察无人机全程监控俄军动态，一旦有人从地面冒头，就立刻遭到空中精准打击。视频画面显示，一支俄军小队在挖壕时被发现，乌第77空中突击旅立刻锁定坐标，并调来第7快速反应军的一辆 T72 坦克，在9公里外连发5炮，瞬间歼灭正在作业的俄军4人小组。白俄媒体补充，俄军还曾利用推车、电动滑板车等工具，沿地下天然气管线前行，但乌军早已在通道里设置障碍，部分区域甚至拉起铁丝网，让入侵者成了自投罗网的猎物。有观察人士讽刺说，俄军一次次用人力填补战场漏洞，却不吸取教训，只是把士兵推向更高的伤亡风险，从地道突袭到挖壕被歼，这些行动都未能突破乌军防线，反而可能在关键时刻让俄军后退至多布罗皮利亚一带。北线苏梅边境，乌军昨日收复了新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及其以东数个定居点，还逐步控制周边俄军掩体和阵地，将战线推进至金德拉季夫卡河边，俄军仅控制一个定居点。此次胜利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波克罗夫斯克的反攻紧密相关。波克罗夫斯克的成功迫使俄军从苏梅方向
调动4个旅支援，导致该方向俄军兵力空虚。乌克兰趁机发起猛烈反击。尽管俄军增援部队未能改变战局，但两地战役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战略效应，为乌军在东部赢得主动提供了契机。据悉，北线乌军率先扭转局势，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共掌握约130平方公里俄方领土，而俄军仅控制约40平方公里乌克兰土地。另外，乌克兰军事情报特种部队在扎波罗热州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地区行动时，利用 FPV 无人机锁定俄军部署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并成功以撞击方式将其毁于当地平原。在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再次受创。据悉，俄海军伊万诺维茨号导弹快艇在多努兹拉夫湖被乌军无人艇击沉，他甚至讽刺这艘快艇现在可以下去陪伴俄军潜艇了。日前，乌克兰军方还通过无人机精准打击俄罗斯边境别尔哥罗德的2座关键桥梁，直接切断了俄军向哈尔科夫方向的陆路补给线，对俄军在该地区的行动造成严重影响。据乌克兰方面介绍，前线第5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参与了此次行动，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引爆桥下地雷，成功摧毁桥梁设施。相关视频显示，爆炸猛烈，行动精准有效。这2座桥梁一直是俄军向哈尔科夫输送食物、燃料和弹药的主要通道。补给线中断导致前线士兵物资严重短缺，直接影响战斗力和士气。若无法及时恢复供应，俄军可能被迫从部分地区撤军，从而削弱其在乌克兰东部的战略布局。战略层面上，这次行动加剧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的困境。数据显示，自2022年底特别军事行动第1阶段以来，俄军推进速度明显放缓，高损耗、低收益的作战模式长期困扰其战斗力。同时，俄军装备损失巨大，超过 2.3 万辆装甲战车、1.1万辆坦克和 3.1 万门火炮被摧毁，使其不得不依赖冷战时期的过时装备，进一步增加了前线压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乌克兰在西方援助下不断提升防御能力，巧妙利用无人机、炮兵和雷区等手段阻击俄军进攻，将战场转化为俄军的杀戮场。此次切断补给线，凸显了乌军在战略打击和反击战术上的韧性。随着哈尔科夫补给线中断，俄军前线士兵正面临物资短缺和战斗困境，俄罗斯整体战略布局遭遇严重挑战，未来局势发展将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米格29战机再次越境轰炸别尔格罗德方向俄军集结地，低空投射 ASM Hammer 导弹的视频显示，俄防空系统未能形成有效阻拦。近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关键铁路运输节点发动连续袭击，打击效果显著，引发国际关注。首当其冲的是奥廖尔地区铁路。乌克兰情报人员与特种部队协同行动，在小阿尔罕格尔斯克至格拉祖诺夫卡段布置爆炸装置。爆炸发生时，俄罗斯特种工兵在现场排雷，结果导致2名国民警卫队高级军官丧命，1名军官重伤需截肢，铁路运输一度中断，双向15列列车延误。俄联邦奥廖尔州州长克雷奇科夫随后证实了事件，并确认伤亡情况。紧接着，圣彼得堡至普斯科夫的斯特德加诺沃铁路段也遭到破坏，一列机车脱轨，15个燃料油罐被彻底摧毁，导致区域铁路网陷入混乱。此次行动不仅直接削弱了俄军前线补给能力，也暴露出俄后勤系统的脆弱性。多方分析认为，乌克兰对俄后勤和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正在成为反攻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军战力投送和持续作战能力构成直接威胁。另外，在列宁格勒州卢日斯基区的斯特罗加诺沃姆辛斯卡亚铁路路段，一列载有15节油罐车的柴油机车发生脱轨。社群平台上流传的照片显示，铁轨严重扭曲，中断了当地运输线路。与此同时，俄媒体披露，受乌军多次无人机袭击及铁路破坏影响，
莫斯科交易所13日上午暂停交易，凸显乌军行动对俄经济和军事系统的综合冲击。还有消息指出，周日夜间，乌克兰无人机再次对俄罗斯发动精确打击，目标为圣彼得堡东南约100公里基里西市的基涅夫炼油厂，造成负责40%产能的关键装置一座熔炉及其他设备受损。俄罗斯计划依靠剩余设施弥补部分损失，但预计整体加工量仍将下降约25%，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65%。该厂隶属于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集团，是俄罗斯2大炼油厂之一，每年加工约1800万吨原油，日加工量约35.5万桶。据俄罗斯官方消息，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袭击中被击落，其残骸引发炼油厂火灾，火灾已被扑灭，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方面也确认了此次行动，并称为成功打击。社交媒体上此前已流出炼油厂火光冲天的照片和视频。此次袭击加剧了俄罗斯国内汽油短缺问题，俄方部分地区已出现供应紧张。媒体称，当局正考虑将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以保障国内能源供应。分析人士指出，莫斯科的石油收入直接为俄乌战争提供资金。乌克兰针对炼油设施的连续打击，对俄罗斯经济和军事后勤造成压力。日前，乌克兰无人机还对俄罗斯别尔姆边疆区的一家关键化工厂实施精准打击，令国际社会震惊。这座工厂距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是俄罗斯第2大有机合成化工生产商，为俄军提供核心炸药原料，是军工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消息，此次袭击导致工厂关键设施瘫痪，生产全面停滞，前线俄军弹药补给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次远程突袭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航程、隐蔽性和突防能力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自2025年以来，乌克兰多次对俄境内军工、能源及化工设施进行远程打击，包括图拉火药厂、坦波夫弹药基地、伊尔斯基炼油厂和莫斯科州国防企业。此次别尔姆化工厂事件是其战略远程打击行动的最新成果，意在以低成本削弱俄军战争潜力，扰乱军事部署节奏，争取战略主动。俄罗斯方面尚未公开回应，但此次事件必将引发国内高度关注，并可能促使俄方重新评估防空策略，加强对重要设施的保护。国际社会亦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担忧冲突升级，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乌克兰自卫反击的一部分。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13日出席雅尔达欧洲战略年度会议时，针对俄乌冲突发表强烈言论，甚至点名北京。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凯洛格在会上表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过度依赖中国的支持，双方的联盟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而俄罗斯只是中国的次要伙伴。他直言，我认为如果中国今天切断对俄罗斯的支持，战争明天就会结束。在分析战场局势时，凯洛格指出，俄军虽然在顿巴斯和顿涅茨克方向取得有限进展，但这些收获不足以构成真正的胜利。以红军城为例，俄军已集结约11万兵力，从西南北三面围攻，乌克兰守军则仅3万人，却长期固守并接连击退俄军攻势。凯洛格强调，实际上俄罗斯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们可能会有所推进，但如果是以米为单位而不是以英里来衡量，那并不值得夸耀。他们付出的代价极其巨大，而外界未必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会上，凯洛格还特别提到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方面的惊人进步。他表示，乌克兰如今在国防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也是乌克兰争取加入欧盟的有力理由。会议中展示了乌克兰最新研发的火烈鸟，又名红鹤 Flamingo 远程导弹，其射程可达3000公里，象征着乌军在高端武器领域的突破。凯洛格坦言，我们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了，许多国家也是如此，
值得称赞的是，乌克兰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率先走在前面。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呼吁美国与乌克兰必须加强无人机技术交流与合作，以确保在新型战争格局中不被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乌克兰前线也面临挑战。多家媒体近日报道，乌军近期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中，有近60%在部署后不久便出现故障或无法操作，前线部队不得不拆解并重新组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约99%的零件来自中国，不少观点认为这与中国零件品质不稳有关。国际支援方面，爱沙尼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援，金额达1亿欧元，并持续提供部队培训及国防信息化升级支持。对于人口仅137万的爱沙尼亚而言，这几乎是倾国之力援助基辅，彰显北约东翼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坚定支持。丹麦则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推主 Military News UA 披露，丹麦政府通过特别法律，暂时允许乌克兰公司火点 Firepoint 绕过环保与建筑等20多项规范，在斯克里德斯特鲁普空军基地附近兴建固体火箭燃料厂，协助乌克兰增强导弹生产能力。丹麦当局同时承诺，虽然给予便利，但会确保新设工厂仍符合法规要求。随着丹麦推进这项新援助计划，欧洲各国领袖接连访问基辅，参与由乌克兰主办的合作伙伴会议。不过，会议现场意见分歧。前英国首相强生主张动用俄罗斯遭冻结的300亿欧元资产，并派遣联合部队进驻乌克兰部分地区以支援防卫。芬兰总统施塔布则明确反对，认为乌克兰当下最需要的是武器、情报与资金，而非欧洲军队直接介入。双方因此爆发激烈辩论。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